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今天是小年夜，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应该会去买个那个麻辣锅的锅底吧，然后当做小年夜，然后喝一点酒。这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不是这一阵子啦，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从去年开始，美国总统要换人了，然后川普在1月20号呢也正式上任。那撇开他跟这个，其实他不是只有对中国，撇开他对中国之外呢，其他我觉得包含台湾也都会受到影响，台湾、日本啊，其他国家，墨西哥，加拿大甚至欧盟都会受到影响。它里面提到的这些很多事情退出 WTO 这些我们都不管。那里面有一个东西，目前为止我们虽然说是看到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墨西哥、加拿大，还有特别是中国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稍微留意一下。最重要的是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在国与国的对抗之间呢，基本上呢可以分成，我们粗略的分就分两种，第一个是经济战嘛，第二个是属于这个实际上的所谓的热战，就是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那在经济战里面呢，关税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虽然我们是台湾人嘛，但是从小以我这个年纪来讲，从小就会读到一些什么不平等条约啊，中国那边的那签订什么关税协定啊、最惠国待遇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以前看的时候可能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或是不是那么的了解。可是当你踏入社会，甚至你自己开公司之后呢，甚至你开始做进出口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所谓的贸易壁垒，就是关税是贸易壁垒的。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讲，它就是一个无形的武器那我今天提这个东西，当然还是会跟酒有关我前面这只是一个前言，我希望大家至少能够看到比较后面，不要只有看前面，因为我前面废话比较多，后面才是真正的比较重点的部分。当然，这个最好是能够全部看完了，你比较能够抓住我要讲的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关税关税是属于在一般的税，就是一般国家在课税，政府在课税的时候呢，分成两种，一个叫间接税，一个叫直接税。直接税我们不谈，因为直接税基本上是发生在国内的。比方讲说，综合所得税我们要缴税，这个东西就是属于直接税。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税什么的我们都不管，这是属于国内的事情。但是间接税呢，又有分点国内和分成国外这个两个部分。国外的部分就是说进出口这个部分呢，通常是指进口不是出口。出口通常比较少给关税，除非是那种什么有自贸区的那种的，那个都我们不提。那通常我们讲的关税，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呢，在国外，比如说我们要跟我直接讲清酒好了，不要再讲其他例子。我们要把清酒从日本原产国日本定价多少钱？他们市场定价市场定价多少钱？然后运到台湾来贩卖，到消费者手上，这中间需要多少个？我只谈税而已，我们不谈这个什么人事成本啊、营销成本啊，甚至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溢价等等这些东西呢，要谈的话就会更多。你只要知道说，即便我们是按照税则来算的话呢，它的价格都会呈现怎么样的膨胀那更何况你还有什么刚刚讲的人事啊，什么这些品牌溢价啊，或者是它这个通路价格啊，什么类似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厂商也要有利润嘛。我讲的不是毛利润，而是净利润
所以这后面再加上这个东西，价格当然还会再往上跑。但是你先要知道说，基本上这个关税，所谓的这种间接税、关税啊，甚至就久了会遇到的这些税则呢，其实最后都是还是被政府给收走的，被台湾政府给收走的。所谓的关税壁垒呢，就是基本上他还要考虑到台湾本土的状况，然后你把这个关税加高、降低，都会影响到这个产品最终在这个国内的售价。那国内售价你是要有什么目的呢？就是你可能怕对方反倾销嘛，或者是说要保护本国的相关的业者哈。其实，在台湾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在做就是提高关税或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还有国防上的需求，因为我们算是一个有一个恶灵在旁边嘛，那反过来讲，中国它就会利用这种所谓的不用关税啊，之前服贸协定啊什么那些东西，引诱我们，等于是先吃到好处，他们让利给我们。那一旦你已经习惯这样，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他把它一旦切开，不准你进来，或者是把关税提高，你马上你的这个人就哇哇叫了。所以，虽然最近这个罢免活动什么那个闹的，就是吵得如火如荼。我本身是很赞成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自己要顾好台湾人自己的国家，但是呢，就是以我这个年纪，我当然会遇到一些老板啊。我想老板不是只有外商啊，也有遇到一些本土厂商什么的，或者是当时在上海也有遇到一些台商什么的。他们因为怎么讲，根基在那边打得太深了。其实包含日本、韩国也都是一样了，你要抽腿一下抽腿很困难，所以这种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会一直强调说他们人口很多，因为人口红利，人口很多，就是表示他们的市场很大。即便他们现在经济开始萧条，他还是要怎么讲？要吹着喇叭，吹牛皮，讲说我们现在国内经济内需市场还很大，所以请大家尽量来投资、来消费、来玩等等的。但是，那我们就再看吧，看川普先看川普怎么去对这个中国进行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贸易战。我想贸易战这个中国的部分的朋友，如果有人有看到这个，一般的中国人民啦，我没有针对说一定要是怎么样子，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党，人民是人民嘛，这个东西我们要切开嘛。但是你们是会受到影响的。好，清酒怎么进到台湾？清酒进到台湾呢？以税则的部分的话呢，我先讲现在的状况哈，就是清酒的税呢，关税的部分，所谓的关税就是你国外在日本当时市场上的平均定价大概多少钱？我讲的是市场价哦，你不是说这个我先跟酒造买多少那个量，他会给我算一个什么什么价格，或是我他的经销他算个那个东西是属于两个贸易商、酒造跟贸易商之间的关系的，外人不会知道他们的真正成本价有多少，所以一般在课这个税的时候都是以市场价为主，就是在算这关税的那个基础点的时候，算这个产品，比如某款清酒在日本的价格是多少，平均价格多少，然后平均价格多少呢？可是你要运到台湾来啊，运到台湾来还要经过什么？还要经过船运，对不对？然后还要有这个船运，还有反正这种相关的一些费用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要运到台湾来的这产生的相关的费用。注意哦，我讲的不是跟我们有关、人民有关，而是单纯这个货物要运过来过程中所要产生的所有的费用，从产品定价到这个所谓的运送的费用，还有包含保险的费用等等的，这个东西就是会变的。所以你如果换一个角度讲，比如说葡萄酒要从法国运到台湾来的话，
那中间这个船运价格一定会更贵，特别是要冷藏的话，然后保险可能也会更贵，对不对？如果这个产品，而且这保险费又跟这个产品本身的它的原始的价格会有关系的。你一个很贵的酒，你运过来，当然保险要保高一点嘛，免得到出意外就糟糕啦。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保险、运送费用，加上可能中间的一些成本的人工的成本费用等等的，我讲都发生在国外的，再加上这个产品在国外的市场定价，就是在日本。然后这些价格呢，我们假定就算1000块好了，总和是1000块，好，总和这些东西总和1000块，进到台湾来之后呢，台湾科关税的基础是对清酒目前是20%，也就是说呢，在日本这些什么价格加起来，再加运送加保险进到台湾来，我们把保守算1000块的话，你一旦要透过海关进来的话，就要我们讲要清关嘛，在清关的过程，清关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但是这个东西跟品质有关，以后我再谈。在清关，那你基本上就要报这个税折号码，你是什么产品啊，什么东西的？海关人员他们也不是笨蛋啊，他们有人专门上网去查国外的价格是多少钱啊，要查你这是不是违禁品啊，然后可能要抽验啊，可能这个你不要以少报多，以多报少啊，然后以少报多啊，就是国外多少钱你报很低的价格，他们都上网都可以查得到，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国外多少你就尽量去报多少了。这个我讲最坦白做生意的方法就是这样。那不然你如果一旦被抽检几次，都是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状况的话，以后你在海关的这个系统里面，你就会被定位成为一种你的货物进来可能都是要本来是搞不好不用检验的，因为你有很好的 credit， 然后到变成是要抽检。然后抽检量、抽检大或少、多或少，甚至要逐批检验，每一个都要开箱检验。当然，我所谓这样检验，不可能是，即便是开箱，也不是说把它打开每一瓶都打开检验，不可能啦，因为这样不是酒就坏掉了。但是如果说是开箱，是里面的每一箱都要抽一瓶出来，你看你的成本要增加多少？这些东西最后都会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上。但是呢，消费者也不是笨蛋啦，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诚实的报关，不然最后结果是大家都不利哈。基本上厂商也是会这样做了哈。这个以这个报关来讲的话，就是刚刚讲这个价格，假设1000块进来就变1200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进口商来讲呢，因为有关税的关系，它进来就变1200了，成本的部分而已。那你进到海关，你清完关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就要考虑到你要把它运送冷链嘛，把它运送到你的仓库，这些东西都有费用，但这跟税没有关系，我就不谈了。这些相关的费用我们先拉着，先不去谈哈，这个是可变的，当然它跟品质也相关。我要谈的就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税呢？因为清酒是这个酒精类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可以粗略的分为，如果分高酒精中阶的酒精，低阶的低酒精度的酒精，各为代表的是什么？啤酒、葡萄酒跟这个清酒中间10几度的这个，然后到所谓的那个可能25度啊，或者是30几度、50度什么的那种 whisky 那种高酒精度的东西，他们的进口的关税可能都不一样。好，这可以去查。啤酒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产品，以后我再特别讲好了。我们也不谈高酒精度的产品，就但专程还是回归到清酒这个部分哈。我讲完清酒，其实葡萄酒是类似的，我记得葡萄酒好像也是20还多少，但是这个再去查关税的部分。那你进来之后呢，因为清酒是属于那种差不多中程度的这个酒精的产品，
所以呢，它还要再加上一个所谓的烟酒税哈。你说，清酒又不是烟，为什么要加烟酒税？因为它的并在烟酒税这个项目里面，烟酒税是某个程度来讲有点像货物税那种感觉，但是它特别属于酒的。那这个烟酒税呢，当然就会有雪茄、香烟，那个都是也会有这样的范围在里面。所以烟和酒基本上是一个尼古丁嘛，一个是酒精嘛，这些东西其实是有人讲说是第5级的管制品嘛，就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因为它会让人家上瘾，而且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过量，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以这个烟，我们不管以酒税来讲，就是这个清酒、葡萄酒会落到这个烟酒税这个范畴来讲的话，它是平均是用每公升，请记住哦，每公升1度7块钱。每公升1度7块，所以如果你是葡萄酒的话，就是因为葡萄酒一瓶是750毫升嘛，就0.75公升嘛，所以你还要再乘上一个0.75哈，这个数学的问题，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就知道了。那清酒当然是乘上0.72，因为清酒是720毫升嘛，然后看这个酒竟然是几度，然后去算一算，可能。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酒税，可能就是100出头左右吧，台币哈。我刚刚讲的也都是台币哦，都是从原始日本那是日币没有错，但是我就说你进到台湾来之后，它当然台湾课税是课台币嘛，所以它进来之后呢，就是20%那部分其实就是。要台币要多少钱来算了，大家只要知道说，哦，原来在日本是卖多少钱的日币，可是它过来之后，可能最后变成是，进口的时候换成台币去课这个关税。同样道理，到酒税的部分，它也是用台币在课税，课完来的，所以说就会有一个一个关税，一个酒税，然后。真正的贩售还有一个什么消费税，就是一般我们不是5%吗？就是拿发票啊5%的税，这些税的部分呢，关税是把前面这些还没进关之前所有的费用呢加起来之后呢，当做基底，然后去乘0.2%，它就是关税，那要交给政府的。酒税呢是按照酒精度这个部分呢，以清酒跟葡萄酒的话，它是1度7块钱，然后是每公升每度7块，你一样它去算，也会有一个酒税，这个也要缴给政府的。真正在贩卖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卖之前，当然就不用缴税嘛。可是如果你在贩卖的话呢，就是你就要缴这个营业税了。所以这营业税跟什么有关？就我们进到台湾来，好像每个人最多只能带1公升的酒嘛。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怕你带很多，然后拿去卖，那这营业税政府就没办法抽到税了，而且这个包含你可能就规避掉关税啊、酒税什么相关的这些税，所以海关那边会抓。以前有一段20年前吧，其实海关对这个自己带酒没有那么严格的管控，是我所谓严格管控是说它有管控，但是它没有抽查的这么的紧。但是现在就有，所以大家这方面，其实我在我的海恩登的网站里面写了很多次有关于相关的这个计算哈。那我也有把最新的消息提供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我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你自己要抓好这个量，然后以海关来讲，你说1000毫升1公升，很多酒你只能带1瓶啊，你带2瓶就是超过怎么办呢？基本上这是灰色地带，就是如果你带个2瓶的话，他们也知道说你不可能把酒给打破或什么样子的，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让你带进来。但是你如果说很夸张，带个4、5瓶、5、6瓶、3、4瓶、4、5瓶、5、6瓶，那可能就会被抓下来。那 X 光扫描一下，你就几瓶就跑出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小心吼。1到2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比较不会有问题的范围。那消费税这个部分5%呢，厂商就会加，这时候他们就要定价，他定价的过程中就会把5%加进去。那5%都
是最后再算的，因为他会把所有的从成本多少钱，然后进到台湾来的这个要扣掉关税，要扣掉这个酒税，然后加上我们这些人事成本啊、行销费用啊、这个品牌建立行销费用啊，然后这个经销商啊又分。他如果是大盘进的，他还要分经销商什么，他还要考虑到经销商的价格、他们的利润等等，一层层算出来之后呢，最后就会有一个市场价。注意哦，一般大的厂商的话，他是不会跟经销商去争的，因为他不会去面对这个消费者，他是由经销商去面对消费者。这个在台湾也许不是那么明显啊，因为台湾比较小。但如果说比较大的区域的话，比方讲像中国那边的话，他们就华东、华北、华南可能都有经销商，因为它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区域，你不可能经销商可能只设在上海而已，他不可能就是有一个经销商去负责，又要零售，又要这个要给进口商的这个销售，这样子价格会乱掉。这个其实也是台湾的某些小型的进口商会犯的毛病，就是说你变成你又需要进口商来，需要这个distributor， 就是你的那个代理商，这叫什么？你的 channel， 你的销售管道啊，帮你去卖这些酒，可是你又自己在网络上挂而卖同样的酒，然后那个价格搞不好还比你如果没有协调好的话，或是你三不五时做什么活动，你造成你的这个经销商的价格搞不好比你还要高，那他们就倒霉啦，因为他们可能也要吃货啊。这是台湾很多人搞不清楚的状况，就是说我真的遇到过好几次这种，因为当时海岸某个程度来讲也算是经销商嘛。但是这个不像啦，但是我是说以这个程度来看有一点像哦。但是这个我遇到的一些小型的进口商，他们本身自己网络上也在贩卖啊，办活动贩卖啊，现场还可以几折，我就觉得他们那样很不会做生意。你都没有考虑到整个这个销售体系怎么建立，然后这个价格定价策略怎么定，然后行销怎么去做。通常以进口商来讲，不管哪一种产品，他们要做的，以进口商来讲，他要做的是 IP 的建立，就是你这个品牌的建立，做 marketing 做行销这一块部分，而不是直接去做销售。如果你要做所谓的销售的话，通常都就是说，除非这个客户真的很大，在这种专业术语里面叫做 major account 就是客户嘛。通常这种 major account 的客户，就是你一个经销商是没办法去处理的，因为他可能需要很多个知识。比方讲，像我之前待过电脑公司，那个你卖伺服器啊，卖这个 workstation 啊这些东西，或是你什么比较大的集线器 router 什么那些基地台等等，那些东西不太可能小的经销商就能够吃得起的，他可能就需要进口商、代理商、进口商呢，他后面有技术团队要去 support 这些比较大的公司，也就是说他们会切得清清楚楚哦。这个有关行销东西我就不提太多了，因为我也不是专家哦，我只能说是把以前的经验做分享。讲了半天，最后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假定价格已经决定的时候呢，每卖出一瓶，它就按照这个价格会在5%。这个最终的价格就是从前面一路产品的价格、关税到这个酒税，然后到这个要定出这个价格，你的成本什么人事成本有了没有的这些价格，这些费用加起来的最终的价格就是定价，然后你卖出去就是5%，还要再加5%，或者是说厂商就是把5%已经加在里面了。那你要记得拿发票，但是你要记住说，不管有没有加%，它不管你的价格上面是不是已经含5%或不含5%，最终都还是这个钱就是回到政府那边去。以清酒来讲，就会有这种20%关税，然后酒税，基本上这都很固定的东西了，再加上这个最终的5%，
所以你看这数字是就几个关键的这个数字是不变的，关税20什么的不，这个酒税这个一度7块，1公升一度7块，然后到最后5%的定价的5%是消费税。可是呢，会变的部分呢，这些钱全部交给政府，但是会变的部分就是你是进口什么产品，这个产品这个清酒在日本是卖多少钱，然后它这边的有没有品牌溢价，就是它是一个，比方讲你买新政啊，你买那些比较好的酒的话呢，就是很有名的酒，不要讲好的酒，他可能消费者可能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它的定价就会有改变了。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对以厂商来讲的话呢，你看到最终的价格是，当然绝对没有办法跟日本原来的在地的清酒价格做比较。其实粗略去算的话呢，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早期，比如说3-4年之前，因为台湾有降过一次清酒的关税，这个等一下我讲。早期呢，就是日本明明卖一瓶卖1500日元的，在台湾卖1500台币，可是日元对台币呢，基本上不是台币通常都是1:4吗？为什么厂商赚这么多？其实如果以1000块、1500块的日币，然后去算，经过种种这样拉到最后到消费市场，再加上厂商合理，我讲合理的利润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买新政可能会贵比较多。可是如果你买的只是一般的品项的东西，久保田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小的酒造的话，它的产品溢价就不会那么高的。那样子的东西呢，它虽然还是很贵，但是就不会感觉更贵，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的意思，我要解释的半天就是说，你如果直接这样拿来这样比，你以为厂商就是赚很多，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后来亲自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觉说，原来它中间有这么多的价格在里面。然后代理商不是代理商，日本酒的代理商、清酒的代理商曾经也跟我讲过说，就是有这么多的细节，所以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抗争说，因为早期的清酒税是多少？各位朋友知道吗？是40%，就是关税是40%啊，不是清酒税，关税的部分就40%，40%很高啊！你看现在，川普对这个中国他们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现在已经有19%、20%什么的，他甚至扬言要升到60%，哇！中国就跳脚，60你觉得很高，40高不高？40也是很高啊。那当时为什么清酒的这个在台湾的它比葡萄酒当时还没那么高哦？为什么当时定40%的关税？是因为我们要保护台湾的农民，就是米的这个种米的这个农家农户。为什么呢？我简单一句话来讲就好了，就是说米呢，它既是你也可以拿来酿酒，没有错台湾也有台湾米酒嘛，对不对？台湾米酒虽然没有办法品质没有办法跟清酒来比，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以台湾来讲，除了少数人有在喝大部分的人还是把它拿来当做做菜在使用，所以对我们来讲，那是属于料理酒的一部分并不是拿来喝的，它地位跟清酒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开放清酒，当时如果开放清酒，那关税没有什么关税阻挡的话了，它进来价格，因为清酒有高档清酒，有比较普通酒的这种清酒啊，它价格可能很低廉啊，那品质又比台湾好的话，你可能一下就这个打败了这些台湾的一些酒，这个做以米制酒的厂商，最早是公卖局嘛，后来有开放嘛，可是你说，无论是这种做米酒的厂商，就是台湾台湾的什么台湾烟酒，或者是现在台酒嘛，或者是一般的厂商、一般的酿酒厂商，无论如何它的影响都还不至于像农民这么的大，因为农民是直接种原料出来的，什么原料？米，然后米对台湾来讲呢，这跟台湾的国情有关，就是因为米刚刚讲过了，它
既然是可以拿来酿酒，但是它最重要的点不是拿来酿酒，是拿来吃饭。对台湾的人来讲，那吃饭的话，他没有跟你分什么饭米酒米，就是我们都几乎都是饭米吃饭的。那你吃饭，你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一个国家呢，如果发生战争的话呢，米的部分呢是所谓的战备物资，战备物资啊，跟油啊、那汽油啊那些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油电这些东西基本上为什么国家在掌控，就是因为以台湾来讲，就是因为你可以用坏的方向去思考说国家这样赚的钱比较多，因为寡占嘛、独占嘛。可是换一个角度讲，就是说你包含安全啊，包含这个分配啊，不会让有些人囤货居奇什么有了没有的。那米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台湾的状况，就是说他希望还是有去收购这个米的价格，因为早期米是的确按照市场行情在走，可是你一旦要列入管制的范围之内呢，如果你的米价太低，按照市场在那边，比如说进口米随便进口进来价格很低，台湾的米价格比较高，对台湾的米的品质是有差，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很多比如营业场所或者一些比较就是可能中低收入人口，或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吃得饱比较重要的时候呢，低价的东西还是会引起一定的消费量的。那这样的造成这些台湾的这些稻农呢，可能就也不想改进，或是不想耕种，因为赚不了什么钱嘛，所以这样不行的。所以台湾后来是用这个我们的农业，反正以前改制过好几次了，什么农业委员会啊、农粮署啊、什么粮食署什么，他们各地会盖仓库，会去收购这个稻米，然后这个米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价格在那边。他收购的东西他会先稍微晒干，稻谷晒干，稍微晒干啦，不是完全晒干哦，稍微去掉一点水分之后呢，然后在没有脱壳的状况底下呢，送到这些仓库里面去冷藏。以宜兰这边来讲，就有很多个谷仓。我讲的谷仓不是小小的，是很大啊，它一个一个大的桶子，一个很高的这种的圆柱形的桶子，里面不是肥料，里面就是温控的这些储藏仓库放米的，然后等到时间到再会放，就是如果有需要再放出来天灾人祸啊或什么的放出来。那如果说今年就顺顺利利到明年呢，又有新米要。后来台湾甚至限制稻农，就是说你一年不能，其实台湾可以一年至少可以两期的稻作应该讲基本上是2期，日本是1期，因为他们比较冷，台湾是可以2期，那某些地区甚至可以3期，南部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3期稻种，但是最后都是限制为1期，甚至某些农人就不愿意去种了，所以有一些乱象，比方讲这个不种稻米，开始种房子，就是所谓的农舍豪华农舍的问题嘛。那讲起来范围太大了。回过头来提，就是说这个米呢，如果说第2年假定还是有在种，然后第2年又有米要进来怎么办？或是台湾消费的比较慢怎么办？所以政府除了要辅助做成加工品出口之外呢，米出口或者做成加工品内需呢，或是办什么各种各样子的内销的活动等等之外呢，你的米的产量还是有啊，而且你必须要保存这些米啊，因为如果万一战争的时候，比方讲以这个俄罗斯这个入侵乌克兰，这个乌克兰他们现在他们还有冬天的问题，所以那种能源啊，还有这个食物啊什么，其实都是很大的一个隐藏在这个发生战争的背后里面的很重要的影响因子，绝对不是只有武器而已，也不是只有人而已，就是后勤的部分。所以台湾也要保存这个。那你这些米如果还是要鼓励人家去栽种，还是要鼓励。当然我们要走向精致化，我们有开放进口米进来，但是就是我们的等级要往上拉就对了。就是你要符合市场上
总有些人是要吃这个，有些人他觉得这样就够的，那你就要符合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种规划是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基本上就是关税部分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控制工具，所以不是只有清酒有关税，米也有关税啊，汽车也有关税，汽车除了关税之外，汽车还有一个叫货物税这种东西。货物税很重哦，它可能以前好像100%多少，所以为什么在台湾买宾士、买 BMW 这种早期啊，就是价格很高，因为当时为了要扶持裕隆嘛，这个我不谈了，这我也不是那么懂啊。但是台湾汽车贵就是因为这样子，早期现在货物税还是有啊，多少我是不晓得，但是还是很高就对了。那以清酒来讲，当时40%，所以各位可以想见说，所谓的日币换成台币在卖，你要这样想是没有错，但是实际面它有它的执行上的一个程序，这样过来，很多的东西都是政府收走了。那中国大陆在早期，不是早期啊，在4-5年前吧，当时我记得他们还有一些什么那个税我都记不太起来，反正有些什么税。然后这个清酒在中国大陆卖的比台湾来讲不遑多让啊，因为我记得他们所有的税加起来好像关税什么酒税啊什么税加起来好像是60%几吧，60几69吧，还多少钱？反正超过60以上了啦。可能快要到80哦，反正很贵就对了。那台湾的话，当时你看，如果40%的关税，再加上5%的这个消费税，就45了嘛。然后再加上中间这个酒税的部分，那个就看你的定价多少钱，占比多少。所以也许就我们算50%好了，也是很贵。那中国大陆中国那边比我们更贵，它可能我记得是69，接近可能到80这么高了。所以呢，清酒在当时在台湾或者是当时前几年的中国大陆、中国那边呢，都是属于奢侈品。他们是为有一股风潮在喝，就像台湾早期就是前10几年来都是这样在喝。那你如果买到的是更高档的酒的话呢，就是品牌性更强的，那当然就更贵啦，一瓶7-8千都有啊，超过1万的也有可能啊。这一点在葡萄酒更明显，因为葡萄酒很贵的酒就真的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回过头来谈清酒，所以对于日本的进口商，因为当时在日本酒的清酒的进口商，在台湾有几间是日本人开的集团或日本人开的，所以他们对这个40%的关税呢，一直觉得要这个很难卖，对他们来讲很难卖。然后那时候台湾很多人会自己从日本带酒进来，我就会带这样的东西。我曾经发生过一些好玩的经历，然后没有犯罪，就是好玩的经历，以后我再提。这边我不讲了，就是说那时候卖很贵的时候，我还40%的时候呢，因为降成20%，大概就4-5年前的事情。40%的时候呢，我跟他们有几个厂商谈，特别是有2个日本人，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想尽办法透过日本交流协会要跟台湾政府在经济部在谈这些事情，然后一直谈不拢。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战争的因子在里面，所以有战备存粮，有什么就我刚提的那些东西，然后你要贸然降下来的话，就不是只是一下子这个价格往下跑而已，而是整个牵动整个所谓的稻米的产业链，甚至我们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准备规划等等。你不要讲说不会打仗真的不要有这种想法。我自己都因为我是战车的军官，预备军官退伍的嘛，虽然说我已经过了除役的年限，但是体力也还可以啦。我基本上自己还是有我有保卫台湾的决心。那后来应该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吧，慢慢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调降关税、调整关税，绝对不是
经济部几个人在写而已，不是这样的东西。它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像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可以弄得这么的大，各位就知道关税的影响多深了。然后后来前几年吧，4、5年、6、7年，关税终于降成20%，20%还是很高哦，20%还是很高哦。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讲，像香港，在香港买清酒就便宜很多。为什么？我记得他们好像是零关税，之前的香港，现在不是啦，之前的香港。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香港的葡萄酒好像还比较贵，所以很多香港人当时是到台湾来买葡萄酒的。这中间也是有牵涉到关税什么税的问题哦。可是应该可以理解，因为葡萄酒是西方的产物，所以当时香港在英国的治理之下，可能有不一样的策略。那清酒的部分，因为香港也不种米啊，基本上不种米啊。香港这么大，弹丸大小这么大的地方，你要怎么去弄这些东西？那新加坡也是一样啊，他们所以这两地的发展以金融为主嘛，所以薪水比我们高，但是你不能只看薪水，你要看他整个消费的要付出多少钱在里面。就好像你台北赚5万，宜兰如果赚3万，搞不好宜兰可以存的比较多。那花莲赚3万，花莲搞不好存的更多。多东西是不一样的。这部分就经济的东西呢，我对经济学一直有兴趣。我大学的时候也有辅修经济学，所以我对数学、经济，还有工业管理从这个公司的层面到这个生产的层面，生产管理等等，品管啊这些东西我都有接触。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说今天降到20%之后，其实当时我本来预期说价格应该清酒价格会稍微降，可是你不要忘记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当时厂商这部分并没有说降多少钱反而是另外一个不要讲歪风了，就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点像在炒作一样，慢慢就引进了那个不管什么 Next Five 啊，或者一些朋友们在讲这个就是去追这些很相对高档的清酒，就是在连日本都是很高档的清酒，然后反而有很多比较中间价格带，但是品质很好，他们只是没有做太多行销的这些酒厂了，台湾人不知道。现在当然比较好了，包含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因为我会请厂商去进某些酒进来，然后包含现在有一些比较小的这个进口商类文青的进口商，他们也会进口一些酒进来，然后相较因为它品牌没那么大嘛，所以它价格就比较不会定得这么的贵。贵与不贵呢，我没有权利去，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这个市场经济也是政府尽量不要有黑手，就是让这个自由竞争，买得起的他就去买，或者是不买得起不想去买的，或者是觉得价格太高的，他就不会去消费这一块。但是我只希望，就好像整个市场上，除了整个这个我们的劳工市场有赚很多钱的，也有比较稍微贫苦的人家，但是中产阶级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有中产阶级，国家才会稳定。中国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它太优质型了，它的中产非常的少，然后这些右边赚很多的这些钱的，很多是官吏啊，很多都是那些体制内的人啊，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啊，所以那个一摊10几亿人民币什么的，那个在所多有啊，所以。有一个我不知道看哪一个频道在讲说，中国这个毕业后犯罪率最高的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他们的什么中央共产党党校吧？那个什么人民什么大学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进去里面都是共产党的，就是培养的人嘛，就是他们入党没有那么简单嘞。我本来以为说中国14亿全部都是党员，不是，他党员是他会1亿9千多万人而已。然后党还要人家介绍什么的，要进入体制内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一进入体制内就吃香喝辣，所以吃香喝辣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哦，我用他们的词来讲，因为玩女人啊，玩男人玩女人啊，就是说玩女人啊，怎么这个很离谱那种的这种很淫乱、很离谱的那种行为，或者是就贪钱嘛，这些钱全部加起来可能就，所以中国的有些人是真的很有钱，真的很有钱，甚至他不用到一个很高的官位就贪的钱就已经很多了。你贪个10亿人民币，多少台币就40亿啦，40亿，然后转去国外什么买曼哈顿那边的房子，买这个像韩国济州岛，听说已经多少房产都是被中国给买了，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他们到处自产啊，那些钱都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啊。所以他们右边这部分，当然想当然了，他们在消费这些什么拉菲啦、兔啊、Burgundy 什么很多Le Pen 啊那种酒呢，对他们来讲都小菜一碟，真的小菜一碟。我曾经就看过日本在上海在苏州吧某个仓库里面呢，一大堆踏剂。一大堆，那个如果一箱算12瓶的话，那几箱啊？我不晓得200-300箱有吧。然后这个而且动得很快哦，那车子一过来拉就往哪边去跑，而且那个只算华东地区的这些一个小仓库而已。所以你说这个为什么很多国家就是？不管中国啊，不管是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啊、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啊等等，德国甚至在中国那边都设就技术转移嘛，所以很多福斯啊、那个BMW 啊，或者是 Mercedes， 他们都在那边设厂嘛，所以这个就是。他别的不要看，他就算不看中产阶级，不看尾巴这些东西，他不管这些东西，他只要看上面这个1亿的极端高消费力的人口来讲，那个就做不完，那个生意就已经做不完了。而且这些人花钱如流水，因为他们赚钱赚得太容易了。所以反过来讲，就是他们叫割韭菜嘛，就是这些人呢，国外自产，在国内就是我们讲。管理好了，不然免到时候我不能进入中国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中国这个国家。但是呢，所以他们前面20年这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呢，进入 WTO 等等呢，台湾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蓝绿恶斗嘛，还有一些扯后腿的一些国民党的人啊，或者是一些以钱为主，不一定是国民党哦，以钱为主、赚钱为主的这些商人，然后。造成我们现在国家这种局面我不谈政治的东西啦，因为不是我没有立场，而是我希望这个频道就专注在谈酒相关的东西。那今天这样讲呢，就稍微解释了一下关税的作用，还有当时在清酒为什么在这个在台湾定价这么贵的原因最终呢，就是它的因素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数字的调整而已，它影响层面很大。那我用一个小笑话做结语好了，就是说当时一个日本进口商就跟我的老板在日本人，他跟我讲说，他们甚至要拿某个东西来作为谈判的筹码，什么筹码？什么东西？就是台湾的毛豆。日本居酒屋很多的毛豆呢，有高达多少比例的毛豆呢？我记得是比那个成数是很高，好像7-8成吧。我记得当时他是跟我这样讲，是从台湾进口的。所以说，他们甚至想要请日本那边把台湾进口毛豆的那个在日本的关税要把它提高，要制衡这个，要做谈判的筹码嘛。然后什么是毛豆？就是我们常常吃，他们日本叫枝豆嘛，树枝的枝豆。但是毛豆是什么？毛豆就是黄豆，它只是还没有成熟的黄豆长出来的豆荚而已。但是它如果等到成熟，颜色变成褐色了，那个晒干了之后出来就是黄豆。所以
台湾有很多人在种黄豆哈，那台湾出口日本的那个没有成熟的黄豆，就是我们叫做毛豆这样的东西呢，到日本那边叫枝豆呢，这个其实量很大，所以他一旦把这个给提上来，关税提上来，我是不晓得现在毛豆进日本的关税是多少了，但是因为日本的需求量也很大，那居酒屋啊、餐厅很多都有毛豆啊、都枝豆啊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在台湾有没有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说影响到这个清酒的税率关税有往下降，我不晓得，但是在日本要提这个，表示他们也去做这个研究，所以你看哦，同样一个事情呢，就变成是你到底要照顾台湾的稻农，还是要照顾台湾的这个豆农？国际贸易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啦，所以你买到这些的产品呢，就是厂商也要经过很多个程序来处理。那在中国还要再加上一个因子，就是关系。好，这细节我就不讲了，自己都上网都可以查到。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好。台湾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海关的数值也是很重要的。台湾某些海关数值也不行，我坦白讲也不行哦。我之前就遇到过，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进口的东西要谈的东西很多啦，因为我刚讲的是农产品而已嘛。但是除了农产品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军工产品啊，或者特殊型的产品啊什么的。或是电器产品什么，每个都有每个的一些眉眉角角的东西，细节的部分，这个跟我们我现在这个频道这个主题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但是其实我都可以谈一些，因为我毕竟在这个电信电子业界啊，或者是之前有合作的报关行什么的，其实很多内幕消息我也都知道。题外话，真的最后一句话了，因为现在春节嘛，现在大概已经结束了，但是之前前几周应该大家都在吃尾牙吧？那尾牙的话，不外乎就是厂商自己办，或者是厂商办了之后还会请这个他的相关的业者一起过来参加嘛，一种感谢啊或什么的。当时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被一个报关行，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很多东西，那报关行跟我联系很密切，他们的总经理，他们直接跟我联系的，然后我也帮了他们不少忙，所以他那年尾牙就请我去吃饭。我当时想说，我们虽然很密切，但是那时候我还很菜，就是还不到30，我觉得这就是我会去。结果那天台北市那时候尾牙的时候人都很多啊，那坐计程车很麻烦，因为你去尾牙一定会喝酒嘛，所以我没有开车啊，拦车什么的。等我到那边，我稍微迟到了大概10分钟吧，10分钟到15分钟。我一进去呢，我本来预计的场面是大家已经在吃酒酣耳热，我都是进去没有。我进到那个餐厅之后呢，里面5、6桌吧，然后这个都坐满了人，就只有主桌，就总经理旁边还空个位置，没有人坐。然后因为那个没有人坐，全场都没有开动。然后看到我进来之后，我那时候觉得好尴尬，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先跟我讲，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跟那总经理跟道歉啊，跟大家道歉啊，真的很尴尬，真的很尴尬，因为很不好啦。这个新闻我自己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非常丢脸，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后来，台北真的是你真的交通真的很麻烦，这也是我搬到宜兰来想要脱离这种交通魔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吧，今天的关税的部分我就稍微解释完毕了，因为
55分钟。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小年夜，好，这个明年大家都熟起来，就是那种舍我其谁哈，这个蛇，反正就是蛇年，就是大家发大财，好，身体健康，拜拜。